同学们，大家好！在学习完了采油工程的第2章自喷与器具采油这部分的内容之后，同学们对于自喷油井的节点系统分析方法和机械采油中的器具法，应该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。今天我们将开始学习采油工程第3章油感泵采油。这节课我们将讲述第3章油感泵采油的第1节油感抽油装置。在正式开始第1节油感抽油装置这个部分的内容学习之前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第2章所学的内容。当油藏能量丰富，油井可以依靠油藏自身的能量自喷生产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采用最经济、最简单的自喷采油法。当油藏的压力降低，油井的自喷能力减弱，油井产量不能满足油田生产需要的时候，或者油井完全停喷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向油井补充能量。这种方法就叫人工举升法，也叫机械采油法。机械采油法分为2大类，那就是器具采油和泵举采油。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油感泵就属于泵举采油方法。在第4章我们将学习无感泵，也是属于泵举采油。在介绍常规油梁式抽油机的工作原理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油感抽油装置的组成。典型的油感抽油装置主要是由3部分组成的，这就是所谓的3抽设备。1是地面的驱动设备，抽油机；2是安装在油管柱底部的抽油泵；3是抽油杆，它把地面抽油机的运动和动力传递给井下的抽油泵。今天这节课的主要内容就是介绍3抽设备的第1个部分，地面的抽油机。抽油机是地面为整个油感抽油装置提供驱动的动力部分。抽油机按照基本结构可以分为油梁式和无油梁式2种类型。目前国内外陆地油田应用最为广泛的是油梁式抽油机，俗称为磕头机。根据结构形式不同，油梁式抽油机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以下4种类型：常规型、意向型、前置型和异型。常规型的油梁式抽油机如图所示。它的结构特点是曲柄轴中心基本位于油梁尾端轴承的正下方。它的运动特点是上下冲程运行时间基本相等。意向型的油梁式抽油机如图所示。它的结构特点是曲柄平衡重柄中心线与曲柄中心线存在一个偏移角，曲柄轴中心与油梁尾轴存在一定的水平距离。它的运动特点是上冲程的曲柄转角明显大于下冲程，这样的结构可以降低上冲程的运行速度、加速度和动载荷，达到减小抽油机载荷，延长抽油杆寿命。前置型的油梁式抽油机如图所示。它的结构特点是支架位于油梁的一端，驴头、曲柄和连杆同位于另一端。相同曲柄半径，前置型的冲程长度明显大于常规型。它的运动特点是上冲程运行时间长于下冲程运行时间。
降低上冲程运行速度、加速度和动载荷。前置型多为重型长冲程抽油机，在平衡方式上，它除了采用机械平衡外，还采用气动平衡。除了以上3种类型的油梁式抽油机以外，为了增大冲程、节能及改善抽油机的结构特性和受力状态，还发展了许多异形的油梁式抽油机。如图所示，有双驴头式、旋转驴头式和斜直颈油梁式抽油机等。下面我们看一段关于抽油机的录像。在这段录像里，有各种类型的抽油机，当然也包括我们今天重点介绍的油梁式抽油机。看完上面这段录像以后，同学们对抽油机的外形可能有了一个直观、感性的认识。那么，抽油机的结构是如何的呢？它的工作原理又是怎样的呢？下面我们将以最常用的油梁式抽油机为例，学习一下抽油机的基本结构。油梁式抽油机主要由4部分组成。4连杆机构包括油梁、连杆、曲柄；减速机构，也就是减速器；动力设备是我们的电动机，以及辅助装置。同学们可以考虑一下，4连杆机构除了老师这里标出的油梁、连杆、曲柄3根实杆，4连杆还有1根杆是在哪里呢？细心的同学可能会发现，油梁的支架轴承与曲柄的中心轴之间的1根虚杆，就是保持不动的1根杆。4连杆机构中，油梁、连杆、曲柄总是在运动，而这根虚杆就是固定不动的。为了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油梁式抽油机的结构组成，下面我们将看一段关于工作的录像。在了解油梁式抽油机的基本结构之后，下面我们将介绍抽油机的工作原理。如图所示，抽油机在工作的时候，传动皮带将电动机的高速旋转运动传递给减速器的输入轴，经过减速后，由低速旋转的曲柄
通过四连杆机构带动油梁做上下往复的摆动。其实，地面的抽油机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形成驴头的上下往复运动。正因为驴头这样的频频点头，我们才称抽油机为磕头机。在英文的专业单词里，我们形象地称驴头为 nodding donkey， 也就是点头的毛驴。除了油梁式抽油机以外，还有无油梁式抽油机。无油梁式抽油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：链条式、液压抽油机、增距式、宽带式抽油机、直线电机等。主要特点为多为长冲程和慢冲刺的。发展无油梁式抽油机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油杆泵抽油的适用范围，适应深井和稠油井等特殊需要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的课程就讲述到这里。最后，我给大家布置一道思考题，请大家思考一下，油梁式抽油机的各种类型中，哪些类型是国内外油田最常使用的呢？为什么呢？